欢迎回来，各位爱思考的妈咪们。我想要跟你们聊一个让无数哺乳妈妈焦虑的话题，那就是 baby 的体重。上一个星期，有一位妈咪在 Zoom 哺乳咨询的时候，她跟我说，莉莉啊，我的 baby 6个月了，医生说她的体重增长得太慢，要我加配方奶。可是之前几个月她都长得那么好，为什么忽然间就变成增长太慢了呢？我看着荧幕里她那一个双脚在乱踢，活泼健康，眼睛明亮，在镜头前面不断发出可爱声音的 baby， 心里面真的很无奈。因为这个 baby 根本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很多医护人员他们不了解母乳宝宝的正常生长模式。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个医学界对母乳宝宝常见的误解之一，那就是为什么你的母乳宝宝的体重在4到6个月会慢下来，而这其实是完全正常的。这个系列一共有4个 video， 你可以一口气看完，也可以慢慢去消化。但是相信我，看完这4集，你会对 baby 的成长有全新的理解。那首先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觉得所有 baby 的生长模式应该都完全一样吗？不可能吧，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是不可能一样的。母乳宝宝和配方奶宝宝的生长模式就像2个完全不同的故事。配方奶宝宝的成长模式就像一条稳定上升的直线，从出生到1岁都是以均匀的速度在增长，每个月的体重增加都差不多。但是母乳宝宝的成长模式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生长曲线跟配方奶宝宝的 pattern 是完全不一样的。母乳宝宝前3个月是一个冲刺期，英文叫做 the sprint， 这个阶段他们长得非常快，所以你会看到生长曲线前端会上升得很快，而到了4到6个月开始呢，就会进入一个叫做精瘦期，英文叫做 the lean out， 这时候增重就明显减慢了。那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基于 WHO 世界卫生组织对6个国家8000个健康母乳 baby 的研究得出来的结论。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差别呢？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配方奶就像是工厂生产线，永远保持同样的速度，但是母乳则是像智能系统，会根据 baby 的成长阶段调整它的配方。在0到3个月这个冲刺期， baby 它会需要大量的能量来适应子宫外的生活。这一个阶段的母乳会提供高热量、高脂肪， baby 快速囤积脂肪燃料，为接下来的活动期做准备。所以这个阶段呢，母乳宝宝通常比配方奶宝宝长得更快。但是到了4到6个月的精瘦期， baby 会开始变得更活跃了，开始翻身、坐起来、探索世界，母乳成分就自然调整，支持长高不长胖的模式。体重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但是身长呢就继续增长，这个是 baby 开始拉长的阶段。如果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支持我继续做免费的内容。你可以用 YouTube 的 Super Thanks 打赏，或者到我的网站 uncle.com 买一张美美的哺乳奖状送给自己或者朋友，链接在资讯栏。谢谢大家。在输入馆 Podcast 第15集，我分享了一个来自 Dr. Jack Newman 诊所的真实案例。那位爹地他发邮件说，我们的 baby 在4个月半，体重 5.95 kg， 身长是69 cm， 医生说他体重过轻，在35百分位。我太太想停止母乳，改用配方奶。 Dr. Jack Newman 回信询问 baby 的生长曲线，结果呢，那爹地回复说， baby 在3个月的时候是25百分位，现在4个月半是35百分位。这个 baby 他不是在
掉百分位，而是在往上升啊。可是妈咪还是停止了母乳喂养。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因为他们那个医生期待所有 baby 都要在50百分位以上，但这个在数学上是根本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医生他用了配方奶宝宝的成长模式来评估母乳宝宝，这个就好像你用跑马拉松的标准来评估短跑选手，是根本就不适用的。当母乳宝宝进入4到6个月的经受期时，会发生什么呢？他们的体重增长自然放缓，可能从高百分位掉到低的百分位，但这一个是生理性的正常调整，不是母乳不够。很多医生看到掉百分位就会开始担心，他们会说你的奶不够，要赶快加配方奶，要不然会影响大脑发育。但事实是什么呢？只要 baby 他有沿着自己的曲线稳定成长，精神状态好，大小便正常，达到发展的里程碑，那就是健康的成长。那让我们看看2种生长曲线的差异。绿色线是 WHO 母乳宝宝的标准，你可以看到前几个月陡峭上升，然后趋缓。而粉红色的线则是配方奶宝宝，用稳定均匀速度上升。从出生到第2或第3个月之间呢，母乳宝宝的增重速度通常是超过配方奶宝宝的，但是在3-4个月之后，增重的速度就自然减缓，这个时候那个曲线就开始变得平缓。这个不是问题，这个是设计。人类母乳的智慧就在于，它知道什么时候 baby 需要增肥，什么时候需要精瘦。配方奶它不会调整，所以配方奶宝宝会一直保持同样的增重速度，导致后期可能过重。那回到前面提到的那一位4个月半 baby 啦，来看看那个 baby 他的完整数据书里面说他的体重是 5.95 kg， 在35百分位。老实说，我看了这个生长曲线图，看起来是比35百分位更低的。我也不确定是怎么一回事，可能他们不是用 WHO 那个版本。可是重点在这里，无论是书里面形容的，还是我参考的 WHO 曲线图，这个体重确实是会让人担心那可是你再看看另外一个数据，这个 baby 他的身长就是身高69 cm， 我们来看看这一个身长的生长曲线图，4个月半69 cm， 这个是非常高的百分位 OK， 这个 baby 好高啊，他根本不是体重不足，他是长高不长胖那一类型的 baby， 他的身体正在把能量用来长骨骼，而不是囤积脂肪，这完全正常。可是因为医生只看体重，不看整体的比例，就判定母乳不够。几个星期前我也跟一位妈咪聊过，这个是她第2次找我了。她曾经也是因为被说 baby 的体重不美而非常焦虑，问我是不是她的奶不够了。我问了她几个问题， baby 精神好吗？她说很好，很活泼。那么大小便正常吗？她也说每天都有很重的纸尿片，大便也正常。然后我又问她 baby 有学会新的技能了吗？她就说baby 会翻身了，还想要坐起来。我就告诉她，你的 baby 看来没有问题啊，他正在经历的是非常正常的经受期。你看他把能量都用来学翻身了。2个月后也就是几个星期前，这个妈咪跟我说她的 baby 继续健康成长，而且还会爬了，还爬得很快。那我分享这件事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关键洞察你们需要知道，生长不只是重量的累积，而是能量的分配。4到6个月的 baby 能量开始分配给大动作的发展，像翻身啊、坐啊、爬啊，还有分配给大脑发育，表现为好奇心、探索欲，还有分配给骨骼生长、
就是长高，所以体重增长放缓，这是能量被投资到了其他地方去了。所以今天这个 video 里面我们学到了什么呢？第一，母乳宝宝不等于配方奶宝宝，他们的成长模式是根本不同的，不能用同一把尺来衡量。第二，冲刺期与经受期的概念，0到3个月是快速增重的冲刺期，4到6个月增重放缓是经受期，这个是正常的生理调整。第三，慢下来不等于不够，只要 baby 沿着自己的曲线稳定成长，精神、大小便、发展里程碑都正常，那就是健康的成长。如果你的医生因为 baby 4到6个月增重变慢就要你加配方奶，先不要恐慌，问自己这些问题。 baby 之前几个月的生长曲线是怎么样呢？ baby 的整体状态好吗？ baby 有在学习新的技能吗？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你的 baby 很可能只是进入了正常的经受期。记住妈咪们，你们的身体创造了奇迹，制造出最适合你 baby 的食物。要相信你的身体，相信你的 baby， 也要相信这数千年来人体的智慧设计。在这一个系列接下来的几个 video 里面，我会继续深入探讨生长曲线图里面的百分位怎么读， Z-score 是什么，为什么有些 baby 特别胖或者特别瘦，以及最重要的，当你已经学会了这一些知识，要怎样去跟你的医生沟通。如果你需要专业支持，欢迎报名安姑姑线上哺乳课程，或者跟我预约 Zoom 的1对1哺乳咨询。我是丽丽，请继续看下一个 video。 我的名字是蕾蕾，我是一只小狼。我妈咪说我是狮子王，我最爱吃冻干。如果你支持我妈咪，我就可以有很多冻干吃。